来说，旅行的意义是什么？是放松身心，还是增广见闻？于我而言，旅即是抽身于原有的环境，游于外地；而实践行的最佳方法，即是启程。速度使人忘却一切，却也不忘路程中所看到的景色推进、日落星辰，所感受到的与山林与海岸间的空气转变和雨水。Guten Tag， 我是团长 Floppy， 现在是早上9点。看到此刻两人面对面相谈，就知道有什么事情发生了。今天原定的计划是一大清早要前往晋级的巨人作者剑山创老师的故乡日田，而今早我们顺从了生理的意志，比预期还要晚了4个小时起床。而我们最后的决定是于环岛最后一天拨完整一天开车前去，也因此我们才能享用到旅馆非常美味的日式早餐。对。就是可以在那福冈吃，对，那环要环到福冈，对，我们绕一圈，绕走一圈，从中时绕到北上医院，我们16天而已，6点出来，好酷，谢谢。旅馆所附的是非常日式和风的早餐，营养十分均衡，甚至是提供1小锅的白饭。而大家也知道，日本米是多么的好吃。整体简单却也不失细节，相当的有饱足感，能够吃到真的是太棒了，能算是一种因祸得福吗？吃饱喝足后，也就是时候要正式开始今天的旅途了。今天第一个要前往的地点是就在距离住宿10分钟路程的知名观光景点地狱8景其一的海地狱。会选择这里，其实是在出发前，我们先询问了刚才的服务员小姐，若因时间关系只能选1景去看，她会选择哪里呢？而她给我们的答复即是海地狱。7カ所の券どちらにしますか？近江一国。近江一国。じゃあ1人450円です。キャッシュオンリー。はい。2名。在别府，除了泡汤外，被列为国家指定名胜的地狱8景，更是许多观光客会前来一探究竟的景观。在1000年以前，蒸汽、热泥浆、热水等猛烈地从地面喷出，使人们无法接近。地狱的名称便由此而来。每座地狱因为受到不同地质的影响，呈现蓝色、红色、橘色、泥浆等状态，水温平均超过95度。烟雾弥漫的氛围宛如仙境，而海地狱也是呈现蒂芙尼蓝的温泉池，是因温泉从地表喷出后，水质中溶解了硫酸铁而形成，是8景最受欢迎的一景。实际探访后，确实相当的美丽。就在海地狱的园区内，还有个不算在8景之中的小赤池。在离开前，我们也顺路前往。虽然面积不大，但血红色的池水还是让我们感到惊奇。すげえ！虽然我们一开始决定只到海地狱，但被其所惊艳后，我们正思考着是否再前往下一个地狱一探究竟。这么说好像蛮好笑的。它比刚刚的那个还要更那个。
经过讨论，随性的我们果然还是抵御不住好奇心，决定动身前往下一层地狱——血池地狱。从海地狱出发，同样大约10分钟的路程就能抵达。其实地狱8景皆相隔不远，若想完整造访体验，可以花1个上午的时间全部走完，推荐给大家。同时也希望下次来此能够8个地点都集齐。已经是要最后去了、啊，有的是时间去 Uniqlo。哇，好大！哦，热血，我们先去。血池地狱是1300年前就存在的全日本最古老的天然地狱温泉，其真面目其实是单纯的红色热泥巴水池，是由地底的高温和高压，再加上水中含有的氧化铁和氧化镁等物质，经过化学反应后形成，经过长时间的堆积，最终形成这片仿如炼狱般景色的通红水面。而不同宁静的海地狱，血池地狱在昭和2年，也就是1927年再次爆发。当时爆发的高度有220公尺。4时30分爆发的。哦，他怎么会知道这个？哦，我知道了，不是，他是意思是说，它爆发然后这么高，爆发到这么高，哇，瞬间变登山的行程，酷哎。对啊，那个220米干是鬼哦，太夸张了吧！体验完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接下来要去一探来自1957年的建筑工艺——世界之塔。其展望台四周皆是由玻璃所构成，提供了全方位的视野，使人仿如置身空中。然而，由于我们迟迟找不到重机的停车地点，此次就只能先无缘擦身而过了。虽然错过了世界之塔，但别府本府地标可不能再错过，也就是前方的别府塔。别府塔是日本继名古屋电视塔和通天阁之后的第3座高塔，由著名建筑师内藤多重设计，他也是东京塔的设计师。别府塔景观台是位在16、17楼，想要参观可以先在1楼的自动售票机先购票。除了观景台外，2楼还设有美术馆，可以买套票一次满足。不过此次我们只有买观景台的门票，1人只要800元，换算台币不到200块，是个经济实惠的景点。那就是16、17街喽。大人不一样。在电梯旁会有服务人员检票，同时也和我们说明16楼是需要直接走楼梯下去的，电梯无法抵達。哦，はい。OK。はい。那个世界之塔。是啊。哎，你看那个桥是什么？那桥是。它地图上面写的。哦，对。应该看得到。哎，这里的我很喜欢那种斜的。我先去绕一圈。哎，旁边都是海，这里很漂亮耶。还有那个椅子。看到我如小孩般雀跃的反应，就知道这里让我多么惊奇了。整片斜面的落地窗，可以360度一览全都别府的街景和别府湾。搭上刚好且清晰的天气，真的是再美不过了。而既然来此了，不免俗了，也来做个纪念币。这两个好像都一样。这里还有另外的机台，可以在纪念币上刻你想刻的字，增添纪念意义。而我选择刻的是今天的日期和 floppy 单就。OK。はい。
在17楼逛得尽兴后，就是时候要往16楼移动了。他们选择让游客走楼梯，我想除了可以更有效率使用电梯外，更是一个机会让游客更深刻体会自己正身处于电塔之内，观察内部的构造，这种体验也是不可多得的，非常有趣。哇，这是那时候的景色哎！来了 ，Galaxy Walk， 太空漫步哎。星空漫步是这样。用在地景点充实了整个上午，午餐时刻当然也是要用在地食材来填饱肚子。于是我们选择了丰后牛牛排馆扫墓里。在安排行程时，我就已经先行预约了。不过由于我们到访的时间是在平日，人潮不多，我想直接前来也是没有问题的。扫墓里这边所使用的是有大分和牛美名的丰后牛。虽以等级而言比不上 A5 和牛，但可以以经济实惠的价钱吃到媲美和牛等级的肉质，何乐而不为呢？饱食一顿后，我们也要启程推进环岛的路线。由于九州就如同缩小版的台湾，四面环海，这一路上皆是贴着海岸线前行，路面宽广，海阔天空，骑着骑着，不由得身心放松。可以下辣妹。我们下一个要前往的地点是位在大分县佐贺关半岛前端的海滩可罗嘎哈马。海滩因其独特的黑色蛇纹岩而得名，黑色的岩石与蓝色的海水形成鲜明的对比，被选为日本100大海岸之一。从市区前往，会先经过佐贺关的县道635号的一段曲折山路，边骑边会有“我真的是在往海岸前行吗”的错觉。不过实际看到海岸后，就会有一种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惊喜。或许可罗嘎哈马不是多数人会前往的热门地点，但于我而言，这里融合了自然美景和历史传说，是个非常有魅力的宝藏景点。若有机会驻足于此，相信也能为你带来凄美的感动吧。
尽管是离开此地的路途，至今我仍铭记于心。极度靠海的小径，没有护栏的道路，却仍令人跃跃欲试。我想这就是骑车的好处，没有哪里行不行，只有你想不想。而现在天色渐暗，接着我们就直接前往今晚的住宿地日向。Hello， 大家，我们现在刚刚高速公路骑到一半，我们原本还剩100公里，然后会到达我们的目的地，但是我们大概骑了一半左右，我们2个人都发现我们的手机都剩不到20%，然后不知道为什么车充也完全没有办法充进去，所以呢，就先赶快在中途折到外面的休息站去，但是后来发现就有 Lawson， 然后我们就直接来 Lawson 了。这样我在旁边直播。对啊，没错，顺便来 Lawson 休息一下。然后呢，哦，是荔枝哎，我以为是樱桃，结果是荔枝，怎么感觉都不像？我们刚刚在里面看了，反正就是看了我们要吃喝的东西，结果呢发现，它这里的那个一番赏非常的齐全，非常的多，有我英，然后 Hunter， 然后反正有一大堆，我没有看过有便利商店有那么多，而且是在一个非常乡下的地方，我们就决定，那就是刚好，那就来抽一下吧。但是其实这里的配率不好，就是它的公仔。抽数还剩很多抽啦，对，配率就是配率没有到很好，但是可能公仔也是剩2-3只这样。然后呢，我就决定，我就一人一抽这样子。原本他还想要抽个5抽之类的，但是呢，后来我说没关系，反正呢，就是日本也没有什么5抽会比较便宜这种感觉，所以呢，就一人先一抽这样。前一秒他在说啊，如果真的抽到公仔啊，我们机车载要怎么办？结果下一秒。他就抽到 A 赏，而且超级无敌大一盒。然后呢，我就抽到那剩下的2个大赏的其中一个大赏，一个大盘子，没错。所以我们的行李呢，又多了这2个大东西，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等一下我们要再来重新绑我们的行李，没错。所以我们可能中途又要被delay了，可能10几20分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到达我们的住的地方。每天都这样。现在带大家看我们的奖赏。我想要这个蜘蛛，虽然我很怕蜘蛛，但是这个好帅。地雷加，这个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呢。我们的行李，这到底是怎样？在台湾都抽不到，在日本随便抽就抽到。伴随着平面道路末端的葵花田，我们将朝着宫崎方向一路直驶东九州高速前行。我跟你说啊，反正假设你的手机也没电了，就我带路就好。反正我现在还有80%，80%应该可以
今天的最后1个小时入城，我们遇到了第一场雨战，不过也庆幸来了这么一场雨，冲凉了炎炎夏日所带来的疲倦，却浇不熄我对池塘旅程的热情。又是个夜才归宿的一天，从日向 IC 出口下交流道后，就准备右转进入县道226号，往山上驶去。在此，请先容我赞叹 Insta360S Pro 夜拍功能的强大，在这几乎无照明的路段，仍能维持影像的锐利和清晰。说着说着，也就抵达今天的落脚处 Little Chimimizu。这里的房型是组合露营屋的形式，主打就是一个空间大且相对便宜的住宿，还附有洗衣机及厨房供使用。唯一的缺憾就是相对偏僻，在这个时间点，原本预计前往的餐馆以及其他餐厅皆已无供餐，我们只好物尽其用，速速下山去最近的 Seven 以及 Lawson 采买回来烹煮。跟着面条我就很爱，我很喜欢那种很细的那种面，我不喜欢这种。好吃吧？好好吃哎！对啊，因为配白饭很好吃。这样吗？面膜都长这样啊？是哦。你平常没在敷脸吗？对啊。Hello， 喵。你看，幸好我没有叫你5抽。不是幸好没有5抽，我跟你讲，5抽就5盒了。我跟你讲，我带不回去。就是你里面的这一大块。让你直接加。